救吗？来不及了。当年我给血帝门人配置的自杀神丸藏于假牙之内，一旦咬破，无药可救。你这是在做甚？我想确认一下，他是不是戴上陈谦的人皮面具？我看了，不是。新县令，别来无恙。卢参军，解忧殿的案子都已经查实了吧？何时放了瑞秋啊？瑞秋，就是雨师娘子啊。我辛某主政长安县以来，别的地方可能有错，但是利用雨师娘子为招牌，打造修真坊修仙圣地这一想法没有错。还请卢参军高抬贵手，赶紧放了瑞秋吧。那解忧殿再可恶，雨师娘子也就去跳个舞，赚点小钱贴补家用。与刺杀天子的阴谋没有关系啊！如今雨师武已在长安小有名气，再推一推，就有可能火遍京城。我辛子房愿以县令职位为瑞秋担保，也已恳请宰相在陛下面前为瑞秋求情。你跟卢凌风说，能放就放了吧。大唐气象万千，能容得下一个有些过失的女子。再说了，长安有个女雨师，不是挺好？我说你唉声叹气什么意思啊？到底放不放啊？恩师狄公曾经说过，案无大小轻重，但需渐渐水落石出。可这瑞秋入狱以来，一言不发，且此案尚有诸多疑点，如何结案？一休，卢凌风，我能帮忙做些什么吗？进去以后，快点把你的罪行都画出来。我见过你，雨师娘子，真是晦气，怎么跟你关在同一个牢房？我如何晦气？我本是画师，协助公谢到过你家，因此听说了解忧殿，觉得有趣，便在自己家也开了一个，结果被公谢缉拿，判我有罪，还让我把罪行的全过程都画下来。不是你的晦气，画来何用？谁知道呢？我已定罪，自然不是证据，当是留给后人看吧。对我而言，也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。留给后人看，给自己一个交代。画师娘子，你可否帮我也画一画？画师娘子，瑞秋身在牢狱，无以为报，先行谢过。我生在雨师之家，却非男丁，本是不能继任雨师的。顾阿爷从不正眼看我，瑞秋自幼没了娘，阿爷起语不称，常被罚钱，心中郁闷，便喝酒打我。邻居们也开始疏远我，甚至谩骂驱赶。那时的我，只有在升仙岭，才能感受到那份宁静与安全。那里只有莺歌与虫鸣，后来还有了他。
你是谁？从哪里来？为何偷我圣仙林的露水？哎，对不住，对不住。想跟你开个玩笑，没想到吓到你了，对不住。刚才这可怕的声音是你发出来的？是啊，好玩吗？我不信。那你可要听好了。这整个圣仙林都是我的，包括这里的每一滴露水。还真是你，你这个怪人！怪什么？这可是阿爷教我的祖传绝技。所谓采露人这一行当，其实由我而始。我将露水卖给来坊里修仙的外地客，换些赏钱补贴家用。自认识他后，我采的露水越来越多，换的赏钱自然也就多了。阿爷看见银钱高兴，便很少打我了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，一晃我们都长大了。他不再发出古怪的声音吓我，却也不再和我说话，每次都离我那么远，仿佛我们中间隔着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。这是他们长大后的样子。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但我知道他就住在修真坊。于是我找各种借口，走进过坊间的每一家每一户，却从未遇见过他。7年前的一个清晨，他突然来找我，那是他长大以后第一次跟我说话。我可能会离开一段时间，再回到长安，还能见到你吗？能，我生来就住在修真坊，现已接替阿爷，成为这里的羽师了。知道，你祈雨的时候看过你跳舞，跳得很美，以后多跳。走了。之后的2年，我再也没有见过他。突然有一天，郎君，教我吗？你是谁啊？穿得如此奇怪。我是羽师，刚才哦，你是刚才祈雨的那个。你长得如此俊美，戴着面具可惜了。他好像不记得从前的事，我以为他跟我开玩笑，故意装糊涂。毕竟他从小就爱那样，我迫不及待地嫁给了他。婚后，我带他去了升仙岭。我想，到了那儿，他总该承认了吧？这什么鬼地方啊？这是我们从小相识的地方啊。谁和你从小就认识？我祖籍颍川许县，生于雍州蓝田，这是我第一次来长安。你不会之前还有个相好的吧？居然和我长得一模一样？怎么可能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骗我的吧？世间不会有如我一样潇洒倜傥的男人。我知道是自己弄错了，心中懊恼，但已成婚，悔之晚矣。婚后的第1年，夫妻恩爱倒也幸福。
可从他第一次落榜之后，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你说我为什么落榜啊？是不是被你这个装神弄鬼的女御史防的？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我怎么就娶了你呢？因做御史，常被无赖调戏，他不护着我，却怪我招惹那些无赖，继而便是无穷的羞辱、殴打，随着他屡试不中，愈演愈烈。半年前他说，不能总靠我养活，要出去自己找点事做。其实我还挺高兴的，可后来，我常在他的衣物上闻见胭脂香，那是富家小姐才用得起的胭脂。我就明白了，他去急送仆做跑腿，只是为了这个。但我更不能忍受的是，他居然开始偷东西。才开门，这里藏男人了？对不住，郎君，刚才在做饭没听见。哪里来的衣服？旧货店买的。多少钱啊？几十文，3年跑腿的工钱而已。郎君说笑了吧？光这领口的绿松石盘扣又何止几百文？这都第几次了？你不能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偷东西了。你个晦气的女人，还教训上我了？你每隔3天出去一次，干什么去了？没干什么。不说，我打死你！之前我额头上那道疤，就是这么来的。他指责我3天出去一次，确有其事。我是去解忧殿解忧，却从未得到过倾诉的机会。后来，法坛使者邀请我做燃灯使者，在斩杀烦恼之魔前做法事，听起来和与世求雨也没什么区别，我就答应。毕竟工钱也不少，我如实向陈谦说。哪有那么巧的事？你的那些钱都是陪别的男人睡觉赚来的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这个下贱的女士，给，这是休书。甩了这一身晦气，我一定可以金榜题名。郎君，你不能这样！滚开！我万念俱灰，决定在神仙里结束自己的生命。郎君，你回心转意了？我不是那个人，但从今天起，我可以替代他。是你吗？明早还来采路吗？可是我有事，不能帮你。真的是你啊！怪我回来迟了，也怪他进来了长安，还遇到了你。他说话我听不懂，但在神仙里发现那件袍子时，我吓坏了。娘子采路辛苦了，吃饭吧，我刚刚做好。你是谁啊？我郎君臣妾是不是被你？我说了，我可以替代他，以后我就是臣妾。他对我百般呵护，万千宠爱。他名唤玄教，生在刺客之家，是双生子。他阿爷不希望2个孩子都成为刺客，就把其中一个送给了蓝田姓陈人家，取名陈潜。
而他7年前离开长安，是因为接下了一项任务。自此，他远走西域，辗转各国，才完成那项任务。此番回返，本想娶我，不成想，我竟嫁给了臣妾。所谓命运弄人，不过如此。这个像是血帝的做法，为了完成一个刺杀任务，竟然可以用7年时间，亦可以为刺杀天子专门设下解忧殿这么一个局。看透这人世间之下，暗有啊，用笔墨书写它。翅膀，不负我的年华。